美国要菲律宾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，阻止中国统一的战略开始落实，我军必须做好准备，严阵以待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统一，正在实施印太综合威慑战略，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塑造中国周边的战略态势，恐吓解放军可能发起的武统行动。所以，我们看到了美国公开宣布要推进关岛防御计划，开展夏威夷军事基地建设，与日本一起强化琉球群岛的军备等等。那么，今天我们有必要再关注一下美国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动态，因为美国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，将直接影响到中美军事竞争的态势。其原因有2个方面：一是美国海空军从菲律宾出发，将极大地缩短其进入南海活动的距离和反应时间，增强美国舰机的后勤保障能力，方便美军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活动。美军一旦重返苏比克湾，会对周边国家构成极大的威胁，中美海军在南海的较量将更加激烈。二是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与其武力干涉台海的能力息息相关。菲律宾距离巴士海峡非常近，当然离台湾南部和东部也很近。如果美军以菲律宾基地为依托，干涉台海事务远比从关岛出发来得迅速。另外，一旦菲律宾允许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陆基中程导弹，美军干涉台海的能力又将有极大的提升。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访华结束之后，外界认为中菲关系将比较稳定。但是我们不能小觑菲律宾国内的亲美力量，美菲加强军事合作的趋势有可能会继续推进。近日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菲，传出了美军正计划从菲律宾获得大批军事基地的消息。菲律宾媒体称，美国为了抗衡中国，希望扩大美军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，而马尼拉则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与中国对抗。所以，菲律宾政府是否有意愿与中国对抗是一回事，美军与菲律宾是否加强军事合作又是另外一回事。美军建议将更多的菲律宾军事基地纳入美菲增强防务合作协议之内。过去允许使用的基地是5个，现在呢，美军又要求增加4到5个，也就是翻一番。按照路透社的说法，美国提出的新基地有4个在吕宋岛，1个在巴拉望岛。要注意，前者是距离台湾岛最近的菲律宾领土，后者则面向南沙群岛。所以，一旦菲律宾同意美军的这个计划，美国阻止中国统一的武力威慑计划将走出最重要的一步。如果美军在菲律宾增加部署陆基中程导弹，那么性质就更恶劣了。对菲律宾来说，反对美国干涉中菲南海主权争端或许是真心话，但是呢，他们也希望依靠美国驻军来增加与中国交涉的筹码，同时还能通过增加美军基地获得额外的经济收入。不过，菲律宾也明白，如果允许美军在其领土设置永久性的军事基地，甚至默许它部署中程弹道导弹，那么一旦中美发生军事冲突，很有可能会引火烧身。这可是菲律宾政府不愿意看到的。菲律宾已经不是美国的殖民地了，驻菲美军早就撤走了。美军想重返菲律宾，给该国政府造成的压力很大。菲律宾完全拒绝美方提议的概率呢不高，但可能会限制美军对其军事基地的使用，尤其是不能建立永久性的军事基地。不管结局如何，我们都要看清，美国正在推动印太综合威慑计划，这对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。美国或许不想与中国打仗，甚至以后也不见得敢直接下场干扰台海事务，但是美国一定会推进其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，想办法增加部署攻击性武器，并加强美军的基地建设。中美在印太地区必然会上演更为激烈的军备竞赛，而且许多行动将围绕台海军事危机展开。解放军的强军备战同样时不我待，因为只有做好一切准备，时刻严阵以待，才能制止战争风险的发生。
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